我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医书都记载了一个看不见的器官，它遍布全身，还是中医医治的关键。但西方科学至今未能证明它的存在，甚至还以此来污蔑中医是故弄玄虚。这个器官到底是什么？我国古人是怎么发现它的呢？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不管是在古书中，还是现代的武侠小说、电影中，人们常常听到这样一个名词——任督二脉。相传，只要打通这任督二脉，就能通达天地。可这任督二脉又是什么呢？事实上，任督二脉在古籍中归属于奇经八脉，而这奇经八脉又有个经络的别名。简单来说，任督二脉就是人体经络中的一种。根据《黄帝内经》的记载，经络是人体的关键，它决定着人体会不会生病。倘若一个人生了病，这就意味着他身体内某个经络不通，需要医生去疏通。那么疏通的方式也很简单，可以使用有一定力量的东西按压这些地方。那么经络具体是人体的哪些地方呢？根据《黄帝内经》的说法，古人将人体的经络总共分了12大类，重要的有胆经、肺经这些，此外还有8大奇经。这些经络的连接点就是穴位。一般来说，人体全身上下大概有362个穴位，穴位与经络的组合就成了我国古代中医治病的前提与关键。中医治病很讲究看人的气血，这个气血就是建立在经络系统之上的。除开《黄帝内经》等系列古籍的记载，现代考古出土的文物也有着关于经络的说明。1973年，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基于经络系统之上的古人所研发出来的治病方针。譬如在《阴阳11脉9经》这本书里，就重点讲了如何通过艾灸的方式给人治病。首先，医生需要判断病人是哪些穴位需要疏通，确诊是哪些经络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就会把艾草点燃，等艾草点燃之后，医生就会拿着艾草去烟熏病人出现不适的地方，以此方式来驱除疾病。除了艾灸，医生还可以借助针灸的法子，即把一些砭石加热后，将它们敷在经络和穴位上。这一方法同样也延续到了现代社会。此外，马王堆汉墓中还出土了一种特别的医术——导引术。导引术有点类似于当下的广播体操，就是通过重复一些特定的动作来达到疏通经络的效果。从这里不难看出，古代的医术似乎都绕不开经络二字，它对人体的重要性与血液几乎是不相上下。可令人为难的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们不管使用拍片还是解剖的方式，都没能在人体中找到经络的存在。难道它只是一种假象吗？西方的科学实验发现中医完虐西方现代医学的证据。中医早在1000年前就开始靠经络为人治病疗伤，神乎其神。但直到1979年，西方科学家才刚刚在实验中发现经络的存在。难道任督二脉真的被找到了吗？在现代医学领域，寻找经络俨然成了一个不小的学术难点。由于经经络衍生而来的医疗方法演变至现代只剩下了针灸和推拿，因此科学家们也试图从这2个方面进行突破。1979年，科学家大卫就在一次老鼠实验中发现，老鼠身体上存在着一定的区域是非常敏感的，当这块区域被触碰到的时候，老鼠会给出强烈的生理反应。这一现象迫使科学家联想，在这块皮肤区域之下是不是存在着中医所谓的经络呢？于是科学家们为了找出经络，就开始进行不断的试验。打个比方，在推拿或是针灸的时候，并不是每个医生都能拿准位置，就算位置一样，但力度也不一样。因此，为了更好的科学研究这一古老的治疗手法，科学家们就试图用现代科技来将这一力度量化。2021年，《自然》杂志就发表了用电针灸的方式来对生物进行解剖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它清楚地记载了研究人员对天枢穴和足三里穴的实验情况。天枢穴的位置大致在腹部，关联的疾病主要有腹泻等。足三里穴比较有意思，古籍声称按压了这个穴位，人们就可以多走3里路，实际上是在说按压这一穴位能让人缓解剧烈的疼痛。显然，科学实验不允许用人来做实验，因此研究人员就找来了小白鼠。原因很简单，在小白鼠身上能够找到这2个穴位。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分步骤地刺激了小白鼠的
的天枢学和足三里学，结果令人出乎意料，原来只要研究人员一刺激这2个穴位，就会激活小白鼠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继而又会驱动肾上腺，促使后者释放一种名叫茶酚胺类的抗炎物质，而抗炎物质一经释放，就能抑制炎症的发生。不难看出，这篇论文其实已经较为科学地阐释了中医通过针灸、推拿这些方式是如何治疗疾病的。尽管这些方法早就在《黄帝内经》中有着明确的记载，《黄帝内经》就指出，当一个人出现寒气过盛等情况，只要按压足三里穴就行。只不过《黄帝内经》在这里说的很玄乎，有点让人摸不着其中的逻辑关键，而现代科学论文恰好就从科学的角度佐证了这一方法的科学性和适用性。看到这里，不得不感叹一句，古人确实有点神奇。但更为神奇的还在于，古人是从何发现经络穴位的存在的呢？毕竟用现代科学方法都很难找到的东西，古人又是怎么找到的呢？这是中医最大的黑料，也是最神奇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中国古人看不到经络的存在，他们到底是如何确定经络的位置的呢？难道《黄帝内经》所说的内观真的是透视吗？经络又真的存在吗？由于现代科学无法很好地解释经络的存在，因此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假设：古人并不是借助科技看到经络的，而是凭借经验。具体来说，就是某一个人意外地发现，通过按压一些部位能够达到舒缓疼痛的作用。这个人又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把自己的经验传给了下一代。久而久之，中医就发现了经络的存在，这也成了一些人重伤中医最常用的依据。他们认为中医是没有依据的，全靠偶然。但是也有人反对这一假设，如果真的是靠经验发现的经络，那么又要以什么方式来具体说明经络本身呢？毕竟经络的系统如此的复杂，《黄帝内经》就直言，经络并不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经验传下来的，而是通过内观的方式。所谓内观，就是一个人摒除心中所有的杂念，聚集所有的精神，聆听宇宙万物，包括自己的生命状态。不得不说，这一番话听着还是有点难度的。一个人该如何做到什么地步才能摒弃心中所有的杂念呢？遗憾的是，《黄帝内经》并没有告诉大家如何去达到这个地步，但是在《韩非子》中却记录了扁鹊是如何凭借内观的本领成为一代名医的。扁鹊年轻的时候还只是客栈负责打杂的小伙计。有一回，一个名叫长桑君的老人来到了扁鹊所在的客栈吃饭，当时在场的人都嫌弃这个老人穿得过于的脏乱，纷纷远离他。只有扁鹊不计较这些，专心的为这个老人服务。老人见此，就递给了扁鹊一副药，让他每天就着露水服下。扁鹊不明所以，老人却说，只要服用这药长达30天，那么你就能拥有洞察世间万物的能力。将信将疑的扁鹊就听老者的话这么做了。结果30天之后，果然他就能看到一些常人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经络。有了这番本领的扁鹊，自然就离开了客栈，成为了一名行走于四方的医生。别的医生还得通过把脉等各种方式给病人看病，扁鹊就不一样了，直接用肉眼就可以看出病症所在。根据实际记载，扁鹊在第一次见到蔡桓公的时候，就告知对方他生病了。蔡桓公自然不会信，以为这是什么江湖骗子的新招数。然而等到第3次见面的时候，扁鹊就告诉蔡桓公，他的病已经很严重了，再不治疗就会病入骨髓。结果大家也可以猜测得到，蔡桓公没听扁鹊的话，而后就驾鹤西去了。至于扁鹊服下的那味药，自然是没有下文。这也是说，其实到目前为止，所有古籍中关于内观的说法，其实都是理论上的说辞，并没有更为具体的操作过程。但古往今来的例子也在表明，不管经络是内观才能见到的存在，还是靠经验积累下来的知识，它确实是中医上千年来治病的手段和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它最后能不能被科学的证实，经络都发挥了治病救人的功效。这也说明了我们不能带着所谓的科学傲慢武断地看待历史，因为科学不只是被论证的已知，更多的实际上是等待人们探索的未知。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